Hello， 我是大主，80%的主播都在開掛。這句話在三角洲行動的高端局炸開時，所有玩家都在懷疑，那些跟神一樣的玩家，螢幕背後是不是都藏着一個 AI 機器人？如果我跟你說，未來的外掛根本就不用存在電腦裡呢？有人甚至造出了一台實體機器人，盯着畫面用機械手臂移動滑鼠。當你碰到像這樣的對手，一台物理意義上的終結者，人類對外掛難道只剩絕望嗎？這是一場30年已經徹底失控的軍備競賽。今天我們將徹底掀開外掛生態，看看我們深愛的競技遊戲到底是怎麼被一步步逼上絕路的。对新生代手游玩家來說，全自動早就成了標配。追求多開的玩家，還會用手機模擬器隨手錄製的劇集腳本，就能輕鬆掛網整天，還不用怕有違規的風險，根本是合法外掛。回憶起2001年，那是一個出資買月卡都要特地跑去巷口超商，被朋友騙把開卡需要當點數卡買實體序號的純手動年代。按鍵精靈是當年老玩家最常使用的輔助工具，但違規。它是現代手機模擬器內建腳本的始祖，你完全不用寫程式碼，只要錄一次滑鼠軌跡鍵盤按鍵，或到網絡上爽用別人寫好的套版，它就像現代懶人玩家免洗手遊的自動戰鬥一樣，幫你24小時無情打怪刷副本。這東西雖然古老，但它卻是未來幾十年把無數競技遊戲搞到變成死媽環境的萬惡之源。時間快走到2015年，傳統記憶體外掛來到最猖狂、最不講武德的黃金年代。在那年代的韓服或國服高分段，你絕對被兩樣東西惡心過，一個叫做 Lead Shop， 另一個叫鹹鴨蛋。先說 Lead Shop， 它同樣提供按鍵精靈注入腳本的方式，讓第三方開發者能夠自動拉打技能、預測躲招、智能偽兵，甚至全圖視野，直接強制塞進遊戲裡執行。可能有些人會覺得啊，這群開發外掛的，不就是躲在疑難房間裡的理工宅男嗎？他們比你想的還要明目張膽。Lead Shop的核心團隊是3位德國人，他們把外掛做成了月費制的跨國電子服務，最便宜的方案跟玩魔獸世界一樣，只要$15，甚至制作官網，配備了專業的售後客服，把自己弄得就像合法的電商。為了逃避歐美的法律與稅務追緝，他們特地到秘魯設立了一家叫 Chachani 的空殼公司，每個月無後顧之憂的接收全球數萬名玩家高達數10萬美金的黑錢。當 Lead Shop 成為全球最龐大、最完善的 low 腳本平台時，Rare 終於不忍了。2016年8月，全球跨國提告3大法律指控：販賣、交易、規避防護制裝置，故意干涉契約關係，不公平競爭。這些黑產行為異常高調，還在官網大大的寫上毀滅遊戲當作宣傳用語，甚至還騷擾公布 Rare 員工的個人隱私資料。傳送半年後 ，Lead Shop 把網站所有權交出，並賠償了拳頭史上最高的天價3億台幣。拳頭雖然處理掉最大外掛平台，但1年後，2018年年底，一位1997年出生、只有高中學歷的羅姓男子意外踹開了另一道暴利的大門。他一開始只不過是想弄個自爽用的換造型外掛，結果他意外發現，自從 Lead Shop 被拳頭告倒後， Lead Shop 他們為了報復官方，把外掛核心全給開源了，讓所有人都可以免費用。這高中生一看，滿地都是現成的神裝，他根本沒本事寫出自動拉打或躲技能。他把 Lead Shop 程式碼複製貼上，修修改改的換上新包裝。這些低端心態又爛的玩家哪管這外掛是誰寫的？這款拼湊出來的鹹鴨蛋口耳相傳，瞬間在國服引爆。羅南負責開發，他找了仲南外號包銀哥的搭檔負責銷售。他們透過 QQ 群賣卡包序號，還把這套邏輯搬去了聯盟戰旗，搞出了雲頂旗博士。連玩個聯盟戰旗都要開掛，這些人到底是有多可悲？結果不到2年，這2人的非法獲利高達將近1億台幣，難怪一堆人跑去做外掛，真他媽有夠好賺的。但這次終結他們中國外掛帝國的，居然只是一位中國玩家在日常對局中被對面那個靈異的抖動走位給惡心到，他意識到這根本不是人類能做到的，於是直接向警方報案。最後程序安全團隊提供數據，警方跨省收網，以非法控制電腦信息系統程序，處以3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沒收所有違法所得。等等，鹹鴨蛋在中國各大新聞稿寫的版本全是熱心玩家報警破獲大案，你仔細想都覺得很奇怪，因為一位普通的玩家報案，能瞬間調動10省警力去抓人，照這樣辦外掛，應該早就抓到全沒了。
後來我在 B 站上找到一部影片，就是在講鹹鴨蛋的始末。當他們賺飽了撐着，居然跑去買了百度的競價廣告，讓外掛宣傳直接騎在 LOL 官網的搜尋排名頭上。以一間大公司來看，一款遊戲被搞到黑產直接大搖大摆刊登廣告，把這種公關災難寫在新聞稿裡嗎？他們沒有把騰訊當作一回事，騰訊種下死手也只是剛好而已。看到很多中國玩家都一致認同，國服當年不怎麼抓掛，反而換皮的外掛抓最兇。但在真正懂行的骨灰級科技玩家眼裡，存在着一條極度嚴格的外掛鄙視鏈。真正統治遠古時代所有 LOL 躲招與走砍腳本的始祖，其實是早期的 BOL， 這東西才是現代外掛萬惡的起源。據傳後來是因為 BOL 的幾位腳本大神，他們瘋狂優化之後，才誕生了前面提到的 Lee Sharp。也就是說 ，Lee Sharp 只是繼承了 BOL 的血統的優化版二代。那鹹鴨蛋算什麼？在肯花錢的黑產跟科技玩家眼裡，他連外掛都稱不上，就是個把 Lee Sharp 開源代碼拿來 talk 的工業垃圾，連自己寫程式的智商都沒有，還搞直銷跟積分抽獎吸大錢。當時這條鄙視鏈最底層、最真實的生態是這樣的，你聽完一定會很生氣。這是一位在 B 站親自下水搞過黑產的硬核老哥，他提供了歷史還原。他說，在中國國服，因為騰訊抓得非常嚴，你想要開掛，必須先花一堆費用，買本體、買防封鎖數據，還要買硬體洗白器去解機器碼，林林總總加起來玩一天的成本高達將近200塊台幣。這老哥又說，當時國服一堆開掛玩家想爽又不想花太多錢，發現因為語言相通，直接翻牆跑到我們的台服肆虐是最划算的。為什麼？因為台服當時的防護機制在他們眼裡根本爛到流湯。這群人嘲諷說，在台服開掛根本不需要買什麼防封鎖程式，只要掛個跨區加速器就能直接裸奔爽開，玩一天的成本瞬間從200塊暴跌到1天50塊就搞定。這些外掛到底憑什麼把正常玩家當狗打？他們運作邏輯非常粗暴，就是抄答案。當你進入召喚峽谷時，他們利用逆向工程把手直接伸進客戶端遊戲的內褲裡，去監控所有英雄的位置和技能彈道坐標。每當你按下技能瞬間，熒幕上的第一幀畫面都還沒渲染出來，這些腳本就已經幫掛仔算好極限距離，發送了完美的非人類走位指令，完全不需要你手動操勞。在掛仔眼中的你，跟旁邊的超級小兵沒有什麼區別，只是一個賞金比較多、比較大的肉吧。其實早在鹹鴨蛋爆死之前 ，Rare 在2018年的日誌裡說過，他們在3年內全球封鎖了整整700萬個腳本賬號。照理說，鹹鴨蛋不應該滿天飛才對。原來官方的後台數據狠狠打了自己一巴掌。一個開掛玩家平均要被封掉5.1個賬號，他才肯罷休。再加上國服管理只在中國，Lee Sharp腳本早就傳遍了網絡各地。你今天跨國告倒一家公司，明天他花個大數的價格買個免洗黑號，換一套開源腳本，繼續在鑽石局裡把正常玩家當狗打。只要讀取機體的這個物理通道還開着，這場消耗戰官方根本看不到盡頭。真正把官方反作弊防線弄到崩潰，像衛生紙被一捅就破。那我們就要說到另一個極端案例。2024年3月 ，Apex 英雄 ALGS 北美決賽本來是 EA 最引以為傲的 FPS 電競賽事，結果眼睜睜在直播中被駭客搞出全世界射擊遊戲最大的笑話。Dark Zero 的選手 Jebton， 他的畫面上突然跳出了一個詭異的作弊選單，他發現自己居然能隔着牆壁看到所有人的骨架，嚇得一臉難以置信，雙手直接離開鍵盤，說出我被害了，但這是作弊，我能透視所有玩家。隨後，他跟他的隊友溝通後就跳 game 了。What? Yes, I can see everyone. Like You need to leave. You need to leave. You need to leave. I didn't leave the game, right? Yeah, I'm leaving. I'm leaving. I'm leaving. Like what the? Admin's down. Nick, admin's down. Nick, But admin's down. I left. I left. Like Admin's down. Restart your game. Rejoin. 不久之後 ，TSM 的選手 Imperial Hao 更慘，他的槍像鬼靈精怪槍一樣，瞄準 A 目標，子彈居然可以轉彎射到 B 敵人。浩嚇到在語音說 I'm fucking shit. I got aimbot. I have aimbot. Oh no. 隊友瘋狂大喊， the game. You gotta leave the game, bro. You got. 結果這浩頭鐵的很，回了一句 What if I just don't shoot? What if I just don't shoot? 原本說好不開槍，又忍不住偷射把敵人放倒。I killed one. I killed one. 雖然這把比賽結束了，但隨後他跟他的隊友都遭到系統的偵測被 ban 了。退一步講，沒有人會這麼白痴，在比賽中開掛，還把 UI 和透視骨架秀在直播畫面上自爆。原來這場鬧劇是一位自稱 Destroy 2009的駭客精心策劃的實境秀，他們聲稱利用的是遠端代碼執行漏洞 RCE。駭客曾受訪態度極度囂張，說他的駭入技術與伺服器無關，沒有調閱性，沒有硬體後門，
沒有 Apex 以外的任何程式是利用了遊戲客戶端或引擎漏洞。這情況就跟我們在實戰代碼時光回溯中那期的提過的一樣，當年 Rare 原始碼外泄，客戶端漏洞直接被駭客濫用，讓 TY 戰隊忍受了長達幾個月的 DDoS 恐怖攻擊，簡直就像當年台服在華統神實況的慘劇。喂，眼鏡蛇王，請說。幫我打廣告，我現在匯15萬給你，你擺1個月，敢不敢？幫我打廣告就好。OK， 你戶頭給我。戶頭貼在下面，你看不懂中文哦。啊什麼？用外掛很得意嗎？沒有啊。用外掛很得意嗎？你下次幫我做人氣，懂不懂啊？看到你有。你在我的實況，你幫我做人氣，你只是小丑，懂嗎？對啊。You just a clown，CLOW，你懂嗎？我現在要掛你電話，我就掛你電話，怎麼樣？好啦，別。但這名 Apex 駭客更狠，他不搞 T1 那樣癱瘓你的網絡，而是順着網路線把字秒跟透視外掛像蟯蟲檢查一樣，強制塞進正在打比賽的職業選手電腦裡。至於為什麼挑這兩位選手，駭客給出了解釋，單純只是覺得他們人好，順便幫他們衝衝人氣。這駭客並不像是鹹鴨蛋 Lishop 為了賺錢，更多是為了展示自己的實力。這是一場對 EA 對全世界傳統軟體反作弊、整間遊戲公司技術實力的公然處刑。EA 根本沒有向 Google、Apple 科技巨頭設立漏洞回報獎勵，所以才在 ALGS 決賽幫他們上一堂資安的震撼教育。外掛界面上搞笑寫上票頭普丁，順便畫面上顯示駭客自己的名字。因為在這個獵物的年代，如果選手畫面只有作弊 UI 和字瞄，那絕對是有理說不清。駭客這番狂傲的一頓操作，等於是在幾萬名觀眾面前一巴掌甩在官方臉上，說：“你們驕傲的反作弊，在我手裡只是個玩物。我不只要讓全世界知道你們有多爛，我還能逼着你們的頂尖明星選手在決賽上開掛。”這場直播秀把全世界的競技遊戲徹底弄得人間清醒了。一直以來我們多仰賴的反作弊系統，遇到這種遠端強制注入的時候，就像頂尖駭客的表演。Rare在旁邊看得冷汗直流，他們意識到跟駭客玩人抓鬼根本是死路一條。雖然瓦羅蘭從2020年上市的第一天就時裝 Vanguard， 但當時英雄聯盟的底層防護對頂尖駭客來說就跟裸體沒兩樣。於是2024年4月 ，Rare 正式宣布將 Vanguard 引入英雄聯盟，直接綁架你的電腦 Ring Zero 內核最高權限。當時社群普遍認為 Apex ALGS 駭客事件絕對是催生這場強裝 PC 的重要推手。但如果我們要挖掘真相，真正把 Rare 逼上恐慌症發作的，其實是隔壁的三角洲行動爆發的硬體黑產。當時中國有個叫 F0 的頂尖駭客團隊，把 DMA 硬體外掛做到超過10萬名忠實用戶，透視、字瞄、物資、雷達一應俱全。騰訊的 S 反作弊被逼到直接線下報警，在2025年配合警方收網，抓捕開發 DMA 頂級防風韌體的黑客團隊，甚至換名為 OperaChrome 想借屍還魂，也照樣被官方追緝。一直到今年三角洲行動，黑產又發展出了新的作弊手法等等，我們晚點會說到。到了今年2026年5月 ，Rare 甚至連軟體都不想掃了。這次 Rare 官方帶頭開嘲諷，直接把開掛垃圾玩家電腦打成磚，因為在高端場外掛已經泛濫到不行。5月19號前後 Vanguard 大更新，因此上一名反外掛技術分析記者 Ogisa DMA 第一時間爆料了前線戰況。為了摧毀這群高分段的 DMA 實體硬體外掛 ，Rare 直接強制啟動系統底層的 IOMMU 防護。簡單來說，這次防作弊直接把記憶體的金庫的門焊死。外掛只要想讀取遊戲的關鍵參數，譬如敵人的位置，電腦直接藍屏死機。這一波大遷徙，就連北美精英第一名直接被系統物理超度。作弊仔在各大論壇集體崩潰，造謠 Rare 搞壞玩家電腦，反對拳頭 Vanguard 這種霸道行為。官方直接公告無情打臉，我們沒動用電腦，只是讓你的作弊神器變成了廢鐵。想解鎖，快去把整台電腦重灌吧。可能有受害者會抱怨，杜叔，拳頭的 Vanguard 真的搞到了遊戲開不了，你是不是在幫官方洗地？剛剛你們也看到了，在那種決賽都能被駭客強控的極限環境下，只有強硬的手段才能制衡硬體外掛。在 Rare 的集權統治下，傳統機體的作弊，管你是 Lishop 還是 AMD 反差 DMA， 確實把這些掛狗殺到舒服不起來了。當官方把防護牆蓋到跟101一樣高時，這座高樓不僅無法殺死外掛，他們甚至開始嘲笑 AI 視覺外掛還不夠好用，反而逼得這群黑產為了更龐大暴力，進化成了下一個完全不受物理限制的恐怖外掛。看看這個畫面，第一反應是不是靠？現在的 AI 視覺外掛已經進化到這個地步了，連背景都能即時演算完美融合。FPS 遊戲要迎來末日了嗎？如果你這麼想，那你才真的完蛋了。
What am I watching right now? 這玩意兒根本沒有在看螢幕，它就是純粹的記憶體篡改外掛，並且一款僅有2人獨立開發的塗鴉躲貓貓的小品遊戲。你能奢望它用上多厲害的反作弊？它的運作邏輯跟其他傳統外掛沒有區別。當它攔截你電腦記憶體裡的地圖、3D 模型跟攝影機視角，在你吸取顏色的同時，計算出你人物相對應的坐標，瞬間就能知道你背後的 RGB 色碼。它把玩家手動點擊換成程式自動呼叫，寫一個簡單的復回圈，以超越人類極限的頻率，把正確顏色代碼一排一排強制寫進去。這就是為什麼它在畫面上看起來會像印表機一樣規律。這時有大聰明會問：既然都改記憶體了，為什麼不能直接複製背景後瞬間貼上一整塊畫好的？聽好，這很重要。不管哪一種外掛，它都只能利用遊戲已經寫好、已經存在的功能。外掛無法創造遊戲不存在的玩法。而塗鴉躲貓貓預設的機制就是要一筆一畫來完成偽裝的，所以外掛自然無法強行貼上一整塊，必須得當個印表機。但我們前面說過 ，Vanguard 的暴政已經把 DMA 和傳統外掛讀取機體的門給徹底焊死了。那黑產怎麼辦？他們發現了一套土法煉鋼的解法：電腦不讓我讀取數據，很好，路不轉人轉，直接看螢幕不就好了？這就是真假視覺 AI 外掛的區別。躲貓貓外掛是強行篡改你的遊戲機體參數，真正的 AI 像你有一副機械眼，用它的神經網絡盯着你的螢幕畫面，然後用軟硬體幫你移動滑鼠。如果把用來看畫面的模型換成這個家喻戶曉的 YOLO 目標檢測模型呢？ YOLO 本來是一個用在自動駕駛、工業與品管、零售與物流、醫療、農業用的即時物件偵測的商業模型，結果這套造福人類的便利科技卻變成了三角洲行動的噩夢。時間回到前幾個月 ，AI 視覺外掛在三角洲行動高分段與實況圈徹底擴散，知名主播王浩宇在實況中大暴走，狂噴官方毫無作為。琳琅天上，我現在直播間19萬人，你好看看你設計的遊戲，到底能不能反了作弊？這 OBS 掛已經猖狂到什麼地步了？看不明白是吧？啊，不是玩家花的錢都用來幹嘛了？找不到能控制住這種東西的人嗎？說出80%的主播都在開的驚人言論，我招到了現在互聯網我認為最厲害的調設備的人，他今晚跟我說啊，今天我们就討論起這個 OBS 外掛的問題。他說他給抖音很多主播都調過外設，有80%都在開着這個 OBS 掛在玩。當時所有三角洲玩家都在懷疑這群神仙的熒幕上是不是掛了個 AI 機械眼一樣。長年以來 ，OBS 這種直播軟體就只是給實況主用來直播錄影用的。結果黑產一看，當場笑出來。這不就是完美的 AI 視覺外掛容器嗎？他們利用 OBS 截取遊戲畫面的特性，再用 YOLO 視覺辨識加上外掛 API 自動跟蹤，結果反作弊系統一掃，只看到表層 OBS 的白名單大哥直接恭敬的開門放行，根本沒發現 OBS 的背後被拿來做什麼骯髒事。官方發現事態緊急，完全失控，在1週內光速封禁了5萬多個賬號。到了5月31號，官方已經累計封禁了16萬個 AI 吸附作弊賬號，並針對各種傳言一一闢謠。結果萬萬沒想到，不到1個月後，官方的臉馬上又被按在地上摩擦。王浩宇當時辦了一個三角洲的武將杯季前賽，一支名叫洗衣液隊伍裡的幸福與 KYY 操作驚為天人，把所有比賽選手當肉靶在虐殺。王浩宇當時看比賽，驚訝到下巴快掉下來，直接下狠話：“你們倆不進正賽，我把頭給剁了。”你倆進不去正賽，我把頭剁了。聽我說，兄弟，林樹進不去正賽，我都讓你進。我不開玩笑了，兄弟，這個比賽其實是我辦的，你們進定了。所以我馬上把幸福保送進武將杯，官方也同意了。結果才沒過多久，王浩宇像沒吃藥一樣來個驚天反轉，突然在網絡上發文：“你能進正賽，算我互聯網白做了。”當時所有網友都一頭霧水，以為這人為了流量發瘋了。隨後官方直接掐死了幸福的參賽資格，順便再送一個10年封鎖大禮。官方到底是怎麼抓到幸福開掛的？他們當時共用了一個叫邱姐的大科長賬號，號裡有很多稀有槍和造型，估計上百萬人民幣的價值。戴邱女士呢，喜歡抽磚皮，都有大幾十萬，快上百了。對三角洲玩家來說，賬號常常借來借去是常態，但邱姐的號只有幸福、98、王浩宇登錄使用過，這3人唯獨幸福沒有自證畫面。最後因為全網的壓力下，他不是知道錯了，而是他知道自己完了。幸福承認自己開掛，並寫了一大串悔過書，賠償和徹底退出網路。不過，為什麼這次幸福沒有跟前面 OBS 吸附的掛狗一樣，馬上被官方偵測到開掛？幸福這種擁有40萬粉絲的大台主播，靠這種掛要暴賺一波名聲，
用的怎麼可能是前面那種便宜的土炮視覺 AI 外掛？因為王浩宇事後回想說出了關鍵。還有一波操作就是他在這個藍屏去打那個張姐那個翻滾，我勒個兜啊！這段話參考價值很高，純視覺 AI 如果看不到目標，就是純的瞎子。根據合理推測 ，DMA 是直接偷看遊戲參數來獲取敵人的真實3維坐標，再把透視跟自瞄顯示在自己的熒幕上，才能在看不到敵人的情況下鎖住，而直播只會輸出關鍵畫面給觀眾看。你一定會納悶，既然是 AI 自動瞄準，難道官方從後台看不到他們的滑鼠軌跡有問題嗎？這就是 AI 外掛最無恥也最難抓的地方。王浩宇說出毛骨悚然真相，幸福的開掛手法，他是關鍵時候開，不關鍵的時候不開。怎麼樣？我又跳出來了，打我啊，笨蛋！這群頂級玩家在平時收物資、轉點跑圖的時候，外掛全是關着的，行為完全像個正常人類。只有在對到眼、準備火拼的那0點幾秒的關鍵時刻，他們按下快捷鍵 ，AI 瞬間接管滑鼠，給出了一個極度平滑的吸附軌跡。這種作弊方式將機器的精準度完美的隱藏在人類的反應誤差裡，玩家不管怎麼看都覺得只是個高手，無法辨別出他是個掛。而且這東西門檻低到只要你有一張能跑射擊遊戲的顯卡，加上能截取畫面的軟體當視覺載體，在中國最流行的 QQ 音樂、騰訊管家、網易雲音，把畫面傳給 YOLO 辨識後，執行視覺 AI 外掛。騰訊根本不可能把自家軟體設為黑名單，結果全變成外掛的最佳載體。三角洲反作弊 S 確實有行為偵測，關鍵是它最一開始就被包裝成了白名單，加上特徵庫還沒收入這種新的進程手法，它甚至還會模擬人類滑鼠軌跡。但如果你現在打着如意算盤，準備在網上搜尋這套方法，勸你們這些掛狗還是早點放棄吧。用這套純軟體 AI 去打瓦羅蘭或 LOL， 就像你把紅眼插在敵人臉上一樣白送。在三角洲出事之後 ，Vanguard 早就把真直播跟假 OBS 分得清清楚楚，把所有可疑的白名单全部封死了。但我們假設這個视覺 AI 外掛對上傳統機體外掛來一場 CS 槍戰，這種駭客 vs 駭客的神仙打架，就局對決裡到底誰會贏？先說結論非常殘酷 ，AI 視觉外掛會直接被打得原地叫媽媽。媽的，這怎麼玩得下去？其實早在2014年 ，CSGO 就一直存在着一個獨特的地下文化。這些外掛愛好者無法在合法伺服器裡得到樂趣，於是想到了一個聰明的辦法，不如自己開設私服，要開大家一起開掛，比誰的掛更強更猛，沒傷害到遊戲公司，也沒破壞玩家體驗，在同條件下公平比拼。他們甚至有嚴格規定，譬如只能用輕型狙擊槍，以及限制人物旋轉角度。為什麼會限制人物角度？別急，等等會說到。在這種神仙打架的領域裡，槍法準度只是基本操作，真正比的是誰更懂遊戲，色力更精，腦袋更清楚。第一回合拔槍速度 ，AI 視覺玩家的運作是被物理法則死死鎖住的，他必須等顯卡渲染出畫面。如果黑產為了規避軟體截取偵測，改用實體 HDMI 截取卡，那還要硬生生多吃一整個渲染陣的延遲。跑完 YOLO 模型，算出爆頭坐標，再把訊號轉成滑鼠移動。這整套流程下來，延遲起碼是30到50毫秒起跳。但傳統機體外掛根本不屑看螢幕，畫面連第一幀都還沒生出來，早就已經從遊戲底庫找到你尺寸有多大，還有3維坐標。AI 視覺玩家看到人，準心才剛開始移動，傳統外掛子彈已經飛到 AI 玩家眼睛前0.1毫米。AI 玩家開不開槍根本是假議題。第二回合正面對槍，如果傳統掛哥覺得一直虐殺人很無聊了，那就讓 AI 視覺玩家嘗試開槍看看吧。當傳統掛哥按下了一個神奇的功能後，人物模組會像 key down 一樣變成一個高速旋轉的大陀螺，也就是反瞄準的功能。你們也知道 ，AI 視覺外掛依靠的是 YOLO 這類模型的大量學習人類肢體輪廓來畫出鎖定框的。碰到這種反物理的牙通牙，我们合理推測。AI 的神經網絡根本認不出這是一個人，他們不會宕機，但他的準心絕對會徹底迷失，對着一坨無法辨識的殘影，把整副彈夾打在空氣上。所以駭客對駭客師傅才會寫上嚴格限制人物旋轉角度，這就是你們反作弊不能開得太誇張。傳統外掛真正變態的是花樣，它甚至讓其他使用同樣外掛的玩家一鍵變成你的傀儡，隊友會死死的跟在你的屁股，長得就像人形蜈蚣一樣。這樣做的好處是，你跟你的隊友動作完全同步，當指揮官還能把隊友拿出去當掩護，好幾個人會在同個毫秒同時對同個目標開槍。我就問，碰到這種人形蜈蚣 AI 視覺外掛要怎麼贏？
第3回合存活週期，在師傅的正面對撞裡，傳統外掛確實能把 AI 視覺打成了廢物。但如果把這套違規的玩法用在 CS2 的官方伺服器裡，因為 Valve 基於隱私考量死守底線 ，VIC 至今依然拒絕使用像是 Vanguard 這種 Ring Zero 內核架構，這導致 VIC 抓這種純讀取的機體外掛就像個裝飾品。傳統掛歌確實能活得很滋潤。但這群傳統掛歌敢去搭載 Ring Zero 的核心防護 Fate 第3方電子競技配對平台，或是跑到隔壁網絡欄去做壓力測試呢？爽不到48小時，反作弊系統的特徵碼一更新，直接連帶主機板硬體封鎖，換多少個賬號都沒用，直接鎖死這台機器。前面說過的純軟體 AI 視覺，就算你把滑鼠開關微調的再像人類，它的指令終究是從某個後台進程、某條代碼強行塞進系統的。在 Vanguard 的眼皮底下，這種虛擬產生的假滑鼠訊號，就像在警局門口犯案一樣明顯。被逼得無路可走的掛狗，做出了外掛史上最瘋狂也最顛覆物理法則的進化。既然軟體環境會被監控，那我們就不要把外掛裝在電腦裡了。這才是外掛圈真正的終極進化，徹底的雙擊物理隔離。當戰場上同時跑出2大流派 ，DMA 加 KMBOX 和 YOLO HDMI 加 KMBOX， 都是搞来第2台電腦在運作，但他們在反作弊工程師眼裡，完全是不同次元的怪物。DMA 流派直接把特制網卡插在你遊戲主機的 PCIe 插槽上，硬生生跨過系統去讀取你的記憶體數据，再傳給2號機。聽起來很屌，對吧？但它有個致命的弱點，它終究物理上插在你的遊戲主機裡。DNA 面對的是一道確定性的技術防線，只要 Vanguard 或 FaZe 狠下心砸資源，在 Ring Zero 底層要求開啟 IOMMU 的機體加密，或是強制核對 PCIe 裝置白名單。系統一掃到不認識的硬體，不用管你操作像不像人，直接當場擊斃。我們換到 YOLO 配合 HDMI 接續卡的純視覺方案，這才是讓反作弊工程師真正吐血的麻煩。他連你的主機板都不碰，第一台遊戲主機的畫面透過外部接續卡是送到2號機，2號機算完爆頭操作後，透過 KMBOX 把數據偽裝成標準的 USB 滑鼠訊號，直接插回你的遊戲主機。在這整個過程，主機系統的視角是完全瞎的，沒有機體被偷看，所以 IOMMU 變成了廢物；沒有詭異的驅動程式，所以白名單驗證全數落空。系統底層唯一看到的就是一個乾乾淨淨的 Windows 以及一隻正常實體滑鼠。不過反作弊能耐不會止步於此，他們能做的就是靠行為偵測去猜這個人的滑鼠軌跡在統計學上到底像不像個人。只要外掛工程師把隨機抖動、人為延遲寫得夠好，永遠會有漏網之魚。在這場貓抓老鼠的競賽裡，黑產可沒打算乖乖待在原地陪你表演技。當雙擊視覺還在跟行為偵測互扯頭皮的時候，有群瘋子已經決定掀翻了整個網絡通訊協議，不開滑鼠，不開螢幕，直接從上帝視角剝奪所有人的遊戲體驗。在外掛這個深不見底的產業裡，其實也存在着階級之分，一種是廉價的普通黑產，另一種則是奢華的特權黑產。當普通的外掛被反作弊攪爛時，剩下的就是官方與頂級黑產互相把對方逼上絕路的硬體核戰。去年8月，當時在中國的 CS2 第3方對戰平台5.1爆發了一場讓所有正常玩家不寒而栗的外掛黑科技。CS2 擁有第1名頭銜的職業選手 21cc Nero 被爆出偷偷使用了一種完全不裝在電腦裡的外掛——軟路由雷達。他在圈內被稱作無敵掛，據傳一度在多場線上職業賽事中橫行。當時 B 站雖然有人上傳了 21cc 跟 Nero 線上賽開掛的第一視角 VOD， 最後全部加起來共10萬觀看次數，沒有一個人能從畫面中看出任何破綻。其實我們早就播放了30秒的槍戰畫面，就是 21cc 賽中的開掛 VOD。請問各位的火眼金睛抓到開掛證據了嗎？這東西的運作邏輯，就算你聽懂了，也會覺得很迷幻。他們先準備一台特制的路由器，把網路線連上去。這台路由器會在網路封包進入你的電腦之前，就在半路把它攔截下來，然後把全地圖的敵人坐標，把資料投射到作弊者的手機或平板上。這屬於雷達作弊，只要高端選手看一眼，知道敵人位置，就能隨便拿捏。你的主機從頭到尾都是乾淨的，沒有腳本，沒有虛擬滑鼠。對當時的5.1反作弊系統來說，根本沒想到會有這種物理級別的網路劫持。
網絡上謠傳說這種特權外掛甚至炒到了月費高達30萬台幣的誇張天價，但這裡有一個致命的技術問題 ：CS2 的網絡封包是有加密的，路由器光是攔截封包根本沒用，它需要解密金鑰，而這個動態金鑰就藏在遊戲主機的機體裡。那路由器是怎麼拿到金鑰的？根據業內資深工程師的推測與技術邏輯還原，這群黑產正是使用我們前面提到的 DMA， 他們由一張偽裝成管卡的 PCIe 硬體插在主機板上，直接透過硬體通道讀記憶體，把金鑰資料丟給另一台實體隔離的電腦去解析雷達資訊。這是一套 DMA 偷鑰匙加軟路由解封包的完美犯罪鏈。既然堪稱無敵掛，照理說應該抓不到才對。直到 B 站上有一則留言爆出駭人內幕，掛鈎圈內部有人用這個技術開掛，51官方想試試高端排位賽裡面有沒有人用這個掛，結果 CC 被識別了，進不去51伺服器。原來21CC 是被官方用硬體釣魚執法上鈎的，官方51早就聽到風聲，把硬體安檢門裝上去，21CC 電腦因為插着 DMA 過不了安檢門的檢驗，這就是開掛的鐵證。後來官方工程師很清楚，光靠人類肉眼查水表是永遠抓不完的。為了從根本上摧毀這條犯罪鏈，強行推出 VTD。VTD 就是 Intel 版的 IOMMU。這招一出，等於在主機板架起了一道安檢門 ，DMA 硬體瞬間失效，再也偷不到記憶體裡的動態金鑰。軟路由雷達拿不到鑰匙，當場變成了一台只為截取亂碼的垃圾。事隔將近1年後，這場反外掛大戰延燒到了全球。2026年6月底 ，Rare 發布了一篇名為《Manga on Demand》的技術日誌。這篇日誌表面上說，以後可以隨開隨關。事實上，官方宣布與微軟 Win11聯手發動了一場硬體集權統治。我們合理懷疑 ，Rare 在日誌裡沒有明說的潛台詞是：我確實看不到你的第二台電腦，也抓不到你的雙機外掛，但沒關係，我可以從主機板底層把你用來偷渡的畫面橋樑給直接炸了。當時很多主播發現，他們花大錢買的 Elgato 那件是 PCIe 截取卡，只要一開瓦羅蘭，畫面就會瞬間黑掉。全球最知名的實況截取卡廠商 Elgato 莫名其妙躺着也中槍。Elgato 官方在 QA 上說明 ，Rare 的反作弊引擎 Vanguard 刻意封鎖了此功能。實際上，拳頭針對的是 The Ratio， 它在 Windows 系統內有將近30年的歷史，因為技術古老、設計自由度高，結果被黑產濫用，把遊戲畫面偷偷引流給外掛 AI 去計算。看來官方為了徹底杜絕所有外掛可能性，官方只好剝奪玩家選擇硬體的自由，還有前面我們說過的開啟主機板的 IOMMU 的硬體防護，甚至如果你的主機板不交出 TPM 2.0 與安全啟動，你連遊戏的大廳都進不了。前面我們說的全都是確確實實的違法外掛，但接下來要講的這種真正的合法外掛，未來每位玩家都有可能在實體店面接觸到的頂級硬體。當大廠把 AI 晶片直接塞進螢幕裡，幫你偵測敵人時，它到底算不算外掛？2001年，華碩就已經把透視寫進顯示卡驅動裡當賣點了。根據英國科技媒體 The Register 的報道，華碩自豪的宣傳，我们為華碩顯示卡用戶設計了透視線框全亮模式。如果你沒華碩顯卡，小心，永遠不要和使用華碩顯卡的人一起玩 3D 遊戲，因為唯一的結果就是輸。這種極度挑釁言論引發了 OGA 在一封公開投訴信中表示，這將會毀掉線上競技遊戲中良好運動家精神的靈魂。連 Epic Games 創辦人跳出來罵他們是一群廢物。任何發布鼓勵多人遊戲作弊的驅動程式的硬體製造商都違背了遊戲的精神。同齡類反作弊教父也開罵：我們曾聯繫華碩，但我們始終沒有收到回應。他們對其他任何事情漠不關心，只想利用人性中的陰暗的一面來推銷產品。這篇2001年的古董報道，在2015年的9月 ，Reddit PC 遊戲版上也挖出這篇報道的討論，獲得了將近600推，大部分留言都還算平淡，沒有人對未來經濟有太多擔憂。直到2024年初的 CES 科技展上，微星端出了一台讓全球反作弊工程師集體看傻眼的怪物 MEG32URX 戰神 AI 螢幕。這台螢幕最可怕的地方在於，它裡面直接內建了一顆獨立的 AI 預算晶片。官方主打了一個叫 SkySight 的功能。以英雄聯盟為例，這台螢幕的 AI 晶片會自動去分析畫面右下角的小地圖，只要敵方英雄一露頭，螢幕就會直接在你的畫面上一個大大的紅色箭頭，警告你的敵人會從哪個方向過來。Reddit PC 遊戲版另一篇文1300推，就是在講 MSI 這款 AI 晶片螢幕。最多推留言寫下：見鬼了，競技遊戲真的拉完了。
另一名網友冷靜分析，在英雄聯盟中注意小地圖和任何其他技巧一樣，都是一種實力。對我來說，這是不是作弊根本沒什麼好爭辯的，這就是作弊。有人留下了諷刺自己的神預言：2025年將你的微星滑鼠連接到螢幕的 USB 上，我們專屬的 AI 軟體就會攔截你的滑鼠移動軌跡，並進行動態調整，帶給你最完美的瞄準。網友在下方回復：這在技術上絕對是現今就能辦到的，但它無法在軟體層面被偵測到。但既然它掌控了輸入訊號，至少有可能透過檢查異常的輸入軌跡來抓到它。而這也引發了 AI 防外掛與 AI 外掛之間的軍備競賽。第一，這台螢幕不需要在你的 Windows 系統裡安裝任何軟體。第二，它不需要經過主機版的 PCIe 通道去讀取記憶體，所以 IOMMU 拿它一點辦法都沒有。第三，不需要另外接什麼 HDMI 截取卡，因為它自己就是螢幕。它畫出來的那些紅色警告箭頭是直接覆蓋在顯示器面板上的。換句話說，它就是最好的硬體外掛載體。不管 Vanguard 怎麼掃描你的畫面，你的畫面就像正常遊戲對局。這對頂級黑產來說，像是發現新大陸一樣興奮。後來因為社群瘋狂抵制 ，MSI 頂着天大的輿論壓力，最後沒有量產這款 AI 戰神螢幕。沒想到才隔2年的時間，沒錯 ，MSI 又來了。他們在今年2026年的 CES 國際電子展再次展示他們新一代的 LED X 螢幕，引以為傲的 AI 科技。這一次功能幾乎不把競技當作一回事。AI Tracker 描繪敵人身形。AI Goggle 減少閃光彈的影響 ，AI Scope 自動放大瞄準，這幾個極具爭議的硬體輔助功能，再次遭到全球社群的強烈反彈。經過幾個月的輿論壓力，這些功能從宣傳頁面上移除。大廠的每一次試探，都在把作弊的定義往邊緣推。還好，目前這類 AI 晶片的硬體輔助，全世界的正常玩家在用輿論把關。當硬體外掛被推演到極致的時候，最後不得不發展出真正的 AI 實體機器人，將會是所有競技遊戲的最終噩夢。國外 YT 上有一名神人 Basically Homeless 直接點出了外掛的終極解法：如果是一個實體機器人坐在你的電腦前面幫你打遊戲，你本人連滑鼠跟鍵盤都沒碰到，這在技術上到底算不算作弊？他花費了至少1個月半的時間，把這個大膽的想法變成了現實，造出了一台真正能自己打 FPS 遊戲的機器人。這台機器的運作邏輯是意義上的絕對的物理隔離。看到這畫面，有些吃了大手觀眾會冒出一個疑問：等等，前面不是才說 Vanguard 已經把截取卡給物理封殺了嗎？那他這套外掛是怎麼截取畫面的啊？Vanguard 實際上封鎖的是插在遊戲主機上的截取卡，但這位神人建立的是根本不碰你的遊戲主機。他們把截取卡插在完全隔離的第二台作弊電腦上，然後加上一台高幀率的實體單眼相機，看着你遊戲螢幕發出來的畫面，相機錄下，才傳給第二台電腦上的截取卡，讓作弊電腦裡的 AI 去瘋狂運算爆頭坐標。這隻機器人體內藏着3顆大腦，當它算好坐標後，需要傳給底層的微控制器，它不會發送任何虛擬的軟體訊號，而是直接驅動機械手臂用手指上的精準馬達，像人類一樣物理碰撞並推動你桌上的實體滑鼠。負責跑遊戲的第一台主機與外掛設備維持着完美的零物理連接。Vanguard 在你的遊戲主機系統裡都不可能隔空掃得到第二台主機。要真正根除這套零連接物理級別外掛的打法，就是官方要求全體玩家強制開啟視訊，當你在玩遊戲時時盯着你的頭部，還有你的手一舉一動，確認此玩家是真人類。你覺得有可能嗎？如果一間遊戲大廠敢為了一款遊戲的經濟公平去強制窺探全人類的隱私底線，這種公告則敢發出來，歐盟的個資法絕是第一時間把實施這套方法的大廠罰到原地破產。全球玩家100%演上到，官方光速發出道歉聲明。這場持續了20幾年作弊與反作弊攻防戰，正式宣告了客戶端防禦的徹底死亡。Rain Zero 權限再大 ，IOMMU 鎖了再死，你也攔不住現實世界裡的一根機械手指。有人會說，這機油好難喝的機器人動得比我阿媽還慢，他一探頭我就送他下去了，是能多厲害啊？確實，你這說法對一個職業選手來說，這反應跟全糖沒兩樣。但你忘了一件事，不管是硬體、演算法、軟體與網絡，只會一年比一年更加變態，而人類的反應一年比一年退化。當我們來到黃金交叉點時，人類必將要面對這場競技宿敵，或直接衍生出玩家代理人的玩法。這部分有機會再做影片好好說明，但現在也不完全絕望。這位神人在影片最後給出了唯一解答：
他找來機器學習專家 Matthew Olsen， 透過 AI 逐帧分析每場玩家的操作數據，在外掛在微調彈道或瞬間鎖頭時，呈現出的移動幾何軌跡與加速度不符合人類移動的習慣，就會立刻被系統認定為外掛。而圖表中橫軸代表是 AI 判定為作弊的預測分數0到100，縱軸是觸發該分數的片段頻率。系統會偵測每一次的遊戲片段，分開做個別判斷。其中綠色長條圖就是這位大神自己打造的實體機器人操作數據。那麼最後他的零物理接觸機器人到底有沒有被行為偵測 AI 認定是外掛呢？有興趣的直接去看他的原片。在2020年瓦羅蘭的論壇上，反作弊負責人 Red Arkan 證實了 Vanguard 一開始的底層架構就是預判了未來外掛技術的演進方向，必須提前建立玩家的滑鼠輸入特徵庫，這就是 Vanguard 的殺手鐧。Red Arkan 說，如果無法區分字苗跟人類，那基本就是你跟字苗在共用賬號。反作弊的決戰就是妥妥的大型圖靈測試。看來所有的解決辦法都走向了行為偵測當做最後的手段，但這套 AI 檢測的方法有着不可避免的恐怖後果。在英雄聯盟中，吃兵賺錢是所有玩家必學的技巧，讓你快速買出核心裝備。土耳其 YouTube 有位 AI 工程師 Onhan Kosey， 他利用純粹的電腦視覺技術，寫出了一套英雄聯盟的自動尾刀 AI。他不讀取記憶體，不注入任何 DLL 檔案，他透過 YOLO 物件偵測，每秒瘋狂截圖盯着你的畫面，只要小兵的血條進入斬殺線 ，AI 就會直接模擬滑鼠點擊，無情收割經濟。雖然測出來的結果只有 43.5% 的尾刀率，但在 Vanguard 行為的數據來看，極有可能看到的是乾淨的，就像個守法的一般玩家一樣。自動尾刀天生就比那些自動躲招、自動走位更難抓，因為它執行的動作空間完全重疊在人類的能力極限之內。傳統的躲招、走位外掛，在你出手瞬間，對方沒有視野吃兵時機，或逃跑突然停下來躲招，這種反人類的物理軌跡，在伺服器的統計圖表上就是一個極端的異常值。AI 系統一抓一個準，因為有足夠龐大的數據能演算出來。就像今天有一台汽車，它超速到150公里，跟一輛車子開着輔助駕駛60公里，雙手放開的駕駛，你覺得誰更容易被偵測到違規？同理，尾刀不一樣，它是一個單次沒有規律而且低頻率的動作，判斷這隻小兵還剩多少血，我這下普攻能不能尾刀，本質上跟人類頂尖選手在做的事情一模一樣。這位土耳其 AI 工程師搞不好哪天真的把模型訓練到極致，開發出尾刀準確率是 95%， 一個職業選手的準確率可能是 90%。在單次事件的統計特徵上，系統分不出誰是機器人，誰是手感特別好的玩家，這導致官方的行為檢測陷入了參數最高與最低的閾值精準問題。如果把抓掛的標準設得極度嚴格，只要補刀準確率異常高就封號。恭喜全球玩家在一夜之間把各大賽事的職業選手跟絕活哥還不連夜開播噴爛拳頭。反過來，為了保護玩家，把標準放寬，就是說黑產最想看到的結果。這套理論不只抓 AI 尾刀，你把它套到任何一款遊戲的反作弊政策都成立，只能在誤封玩家與放任高級外掛的懸崖邊跳舞。反作弊的資源投入優先順序，很有可能 AI 尾刀都沒把它排進去。一個自動走位的玩家和一個自動尾兵的玩家，沒有道理會把大資源壓在後者。但身為玩家的我們，真正想要知道的是，為何遊戲公司不一舉根除所有外掛？要找到這個解答，讓我們先回到2017年的英雄聯盟。當年韓服的頂尖精英局突然出現了一位讓所有職業玩家憤怒的無名玩家，台港澳玩家叫他走 A 怪。這家伙出名的面角是老鼠，他走 A 極其絲滑流暢，走位閃照的精準度完美到讓人驚豔到懷疑。在極限會戰時，他能一邊保持拉打的最高攻速，一邊扭掉關鍵技能，搭配輔助露露強行保護，根本沒人受得了。當時 Faker 跟蜀王 Prey 在排位撞到他之後，做出了什麼反應？他們信誓旦旦按下了檢舉，齊魯斷定這家伙是開了滑鼠狙擊或外掛腳本，連 SSG 中路 Crown 碰到他都被他狠狠教訓。單場被他拿到了19殺1死的寇格魔。 LPL 知名教練 Joker 也曾在微博上發文，我看了很久，覺得像是用鼠標紅腳本，聽說很多職業選手也這麼覺得。結果呢 RNG 皇族直接在微博上澄清，走位怪不僅是皇族青訓的下路選手，對於外掛輿論全都不屬實，他是個純手動操作選手，甚至走位怪都為了證明自己，還特地開了手部實況畫面。
狠狠打臉所有職業玩家的臉。這極度諷刺的結果，當時所有質疑他的頂尖選手都在用主觀認知去判斷另一位極限操作的正常玩家。但 Red Low 伺服器行為偵測系統早在2014年就上線了。當時一位被 Red 秘密僱傭的外掛作者跟 Dart Esport 爆料了外掛偵測邏輯。掛載在點擊位時，伺服器每秒會收到50到100次的路徑點更新封包。人類手速再快，就算是不死大魔王，物理上也點不出這種頻率。你們只要在伺服器端加個過濾器，就能抓到開掛載。這位外掛作者當資安顧問，協助了拆解外掛底層原理。後台的資料庫雖然看到它的位移封包高到離譜，但每一次點擊之間依然帶有人類特有的微小誤差與抖動。最終判斷是人類操作，但這套大數據系統最荒謬也最可悲的地方，它能精準算出手速的極限，卻根本抓不住人性的惡意。到了2022年，同一個走 A 怪搞出了一把臨時的凱特琳，直接把同隊的 Faker 搞到理智斷線，實況上當場按下檢舉，氣到直接噴出，這人怎麼這麼多年都沒被封，必須鎖了這家伙。結果呢，官方連個屁都沒放。只要你還在手動玩遊戲，不管你是極限操作還是送頭搞氣氛，你都只是這套病態配對系統裡的實驗小白鼠。如果你想弄懂 ELO 或拳頭這10幾年幹了什麼好事，我們上一部的揭露 ELO 永遠爬不出的地獄有詳細的分析 low 的病態現象。系統能還原極限操作的清白，卻對臨時的惡意送頭視而不見。不是系統瞎了，是當年的偵測邏輯本來就這麼粗暴。因為時代變了，外掛變了，偵測也必須跟着變。早年客戶端有系統在防守，外掛大多數是粗糙的腳本跟機體修改，所以伺服器端的行為偵測只需要抓那些數據最誇張、外掛一路開到底的白痴就好，容錯率非常高。但現在呢，Vanguard 這種內核及反作弊，把客戶端給徹底焊死了。前面也說過，這會逼得所有點擊黑產全部進化成我們前面說的物理視覺 AI。假設拳頭真的要根除所有的外掛，唯一的解決辦法只有把判定標準調到極度敏感，寧可錯殺1萬，不能放過一個。這是一場注定走向虛無的賽博插中思想實驗。你想想，如果今天是一個沒有戰隊背書、沒有開實況的路人天才，在極端戰況下打出了當年走 A 怪那種極限拉打時，他在 AI 行為模型的大數據中就不再是個天才，變成一個反應超越人類平均值的純粹異端。而另一邊外掛黑產像是來搞笑的，為了不想被系統抓到，在演算法面前竭盡所有辦法證明自己是個得了帕金斯症、不小心手抖失誤的一般玩家。這就是我們在第一章結尾埋下的傑佩托行動。外掛作者就像那個造木偶的老頭，拼命往代碼裡面塞進人類的平庸與瑕疵，只求讓系統相信這木偶是個活生生的真人。幸好 Riot 的工程師沒有發瘋，他們很清楚，如果為了抓死那群極少數的終極外掛，強行設定一條人類平庸標準，只會加速摧毀機器遊戲，所以他們選擇了妥協，用開掛的成本來衡量，讓這套反作弊系統維持在一個平衡點，接受一定程度的盲區。這場看似沒有盡頭的作弊攻防戰，其實早在30年前就已經寫好了絕望的劇本。1973年，那個我們都還沒出生的年代，當時有一款叫 Mansion World 的老古董，它是人類史上第一款第一人稱射擊遊戲。在那個年代，網絡遊戲的架構純粹是客戶端權威。這是什麼意思？代表你的電腦就是上帝，只要你擅自修改你遊戲的數值，對方的電腦就會無條件讀取並接受你的修改，根本沒有官方伺服器做驗證。把血量改成1兆就是1兆，把移動速度改成光速都是輕而易舉的事。那時候的連線對戰，本質上就是幾台單機電腦在互相欺騙。當時間來到1996年，真正意義上的全 3D 多邊形射擊遊戲《雷神之錘》的橫空出世。Quake World, it's basically my research project into extending the network play aspects of Quake. 這定義了未來30年所有競技遊戲的連線邏輯。當時只是天才設計師約翰卡馬克在公司其他人忙着開發 QuakeTo 時，自己隨手敲出來的個人實驗，為了解決客戶端作弊的問題，奠定了現代網絡遊戲的基礎架構，伺服器權威。It has persistent user accounts where your ranks are tracked through everything. 他把血量、彈藥這類核心數值的生殺大權全部改到了伺服器端。你客戶端想改血量，伺服器理都不理你。Stage we're going to be adding ghost clients, spectators, full server demo records for sportscast playbacks. 1996年，大部分玩家還在用撥接上網，卡得像狗一樣的時候，這家伙已經把現代電競的 OB 視角跟 replay 系統全部寫進伺服器底層了。當然，雷神之錘也精準示範了權威是無法全面覆蓋的。We're about ready to release
is a new network protocol that provides more latency tolerance for the client, so there's less lag. 为了降低伺服器傳輸的延遲，伺服器會把玩家目前還看不到，但下一次更新前可能會看到的敵人坐標，提前把風暴傳給你的電腦，然後天真的指望你的客戶端乖乖遵守規則，在你轉過頭之前，不要把它顯示出來。3年後，來到1999年12月21日，雷神之錘1原始碼正式開源。網絡技術社群經過4天的研究，結果雷神之錘卻爆發了作弊潮。IT 界的大神開源運動教父 ESR 發了一篇名為《雷神之錘作弊案》，寫下卡馬克的想法。卡馬克把外掛分成了2種完全不同的東西，透視等於資訊洩露，自瞄拼的是執行精度，自瞄只要把你熒幕上看得到的，用模擬滑鼠的精準度重新執行一次而已。自瞄跟人類的差距僅僅存在於毫秒等級的輸入時間差。只要一款遊戲的核心玩法建立在瞄準精度加上反應時間，那就必然會產生自瞄，因為 AI 晶片鎖定的速度是人類永遠跟不上的。這個落差伺服器權威救不了，因為伺服器只能判定這把子彈開得合不合理，它沒有能力辨別開槍的是不是人。所以卡馬克在27年前就留下了這句讓人毛骨悚然的終極預言。這將會是一場打不完的軍備競賽，最終注定會走到一個悲哀的地步。技術高超的人類玩家會被系統誤判成偽裝巧妙的 AI 機器人。2020年4月，瓦羅蘭前職業選手 Ghost 與 Shazam 對戰時，Shazam跳到半空中時被 Ghost 馬上爆頭死亡。下一局沒多久後，遊戲跳出偵測到外掛，Shazam在實況中憤怒地說出 ：“He knew it, dude. He knew it. I told the admin.” Rare 反作弊團隊經理 Rare K3O 在 Reddit 上回應，經過審核 ，Ghost 已經被解封，這是一個極其罕見的誤判衝突。隨後 Ghost 也在 X 上說，現在被解 ban 了。事實證明 ，Rare 的工程師不過是在卡馬克早就寫好的死亡筆記本上，試圖尋找那微乎其微的妥協辦法。不過卡馬克也是個人，也會有思想不周、判斷失誤的時候。當年卡馬克抱怨這些外掛是因為他自己公開了原始碼造成的。ESR 對雷神之錘的程式碼逐行分析，他毫不留情地指出，透視外掛的氾濫跟駭客太聰明沒有關係，純粹是卡馬克你自己親手造的孽。再一次回到1996年，卡馬克為了讓幾百 ping 的破解撥接網絡也能順暢玩 FPS， 前面說過提示顯示敵人坐標。這一切為的只是消除操作延遲感，但這衍生了一個30年的難題：當伺服器主動先送別人位置給玩家，駭客就不用真的看到敵人，直接抓取電腦記憶體裡的敵人坐標，這就是所有外掛的標準手法。ESR 嘲諷滿臉的說：“這違反了資安界最神聖的最小揭露原則。你把機密數據丟給了客戶端，就算你把程式碼包得再緊，駭客隨便弄個封包監聽器，透視外掛照樣滿天飛。”開源前自瞄就已經有人做出來了，但開源後才是真正引爆透視作弊的關鍵。而解決透視作弊，至今最有可能堵死這1996年漏洞的答案，居然藏在英雄聯盟裡。2020年 ，Rare 的反作弊主管龐德·在內部會議被問到，為什麼英雄聯盟沒有透視的問題？全部人回答：因為漏戰爭迷霧是伺服器扣住敵人位置資料，直到玩家真的碰到需要顯示那一刻才傳送，這樣外掛就無法偷到敵人坐標。聽起來很完美，對吧？但要把這套邏輯搬到 3D 設計遊戲裡，Rare 經歷了慘烈的撞牆期。第一版中心點，只要敵人躲在牆角露出一隻手，中心點被牆擋住，伺服器就不給資料。等他整個人走出來瞬間，資料才送達。你會看到臉像是開了閃現一樣彈出來。只有終極版的彈頭優勢，根本沒法玩。第二版射線檢測，把射線檢測變成10條光線，分別投射到角色碰撞盒對應在目標的每個角落。雖然準確度提高了，能在中心點被擋住時顯示人物，但128 tick 的伺服器每秒要算1280次，場上10個人互相射來射去，伺服器 CPU 直接原地超載燒掉。還有只露出極小部分，沒被光線照到人物依舊不會顯示。然而後來只要把射線檢測丟到垃圾桶，繞了一大圈，他們依然還是採用了跟卡馬克那一套邏輯，讓射線判定往位來看，依照角度的移動速度，把包圍盒往前延伸一段時間，這樣就能在敵人真正繞過牆角之前，提前一點點的把資料送給你。但略跟卡馬克的差異在於，雷神之錘是乾脆把整間房間的燈都打開讓你看，瓦羅蘭只要在你伸手要開門那0點幾秒之前，先把縫隙底下透出一點點光來。同樣是提前顯示，但泄露的資訊量、時間窗、範圍都被壓縮到極致。加上一種叫預先可見集合，簡稱 PVS 的技術，
想象一下，把網絡地圖切成無數的格子，預先算好每一個跟哪一個其他格子互相看得見，就像巨大的乘法表一樣，發送的網絡訊息減少而提升了效能。這就是殘酷的現實。雷神之錘創造了現代競技遊戲最完美的網絡架構，卻同時親手遞了2把刀給外掛開發者。第一把刀為了效能妥協，伺服器提前把玩家還看不到的資訊塞進客戶端，造就了透視外掛的土壤。第二把刀，伺服器把輸入的時間精準度完全交給了客戶端的滑鼠鍵盤事件，無法區分出人手與程式，造就了自瞄外掛的人間煉獄。這2把刀至今還架在所有競技遊戲的脖子上。你現在看到的那些視覺 AI、硬體隔離外掛，本質上就是這2把刀被磨得更鋒利、更致命而已。所以別再幻想什麼天下無掛的極樂淨土，只要人類的肉體極限還跟不上晶片的運算速度，這場從1996年就開始的詛咒就永遠沒有解開的一天。但真正血淋淋的真相是，過去20幾年來，那些早就乏人問津的 MOBA 遊戲，連參加這場反作弊的軍備競賽的資格都沒有。讓我把視角拉高到了遊戲大廠的資本廝殺，你會發現比外掛更惡心、比 AI 更無情的是，過去20幾年來，資本為了分食這塊競技大餅，親手打造的終極絞肉機。這就是我們的第2季虛幻魚文第3部壓軸，下一部 MOBA 亂葬崗30億憋着0元的頂級墳場。我不念無聊的歷史流水賬，直接帶你逛逛這座滿坑滿谷的巨大墳場，從星海的 AOS 網咖時代的三國信長，一路挖到2026年的今天，那些手握幾十億研發資金不可一世的3A 資本巨獸，到底是怎麼被一個0元的免費地圖編輯器活活按在地上打成小丑的？當然也有不少那些砸了上億台幣，最後死無全屍的國產案例。這是一場跨越20年的清算。另外，原本荒廢的隨機實況轉身為黃金之星蒸汽波 Lo-Fi 音樂頻道。如果你覺得打遊戲累了，或一整天下來被爛事搞到快崩潰，未來20小時無間斷的復古電子與迷幻迴圈，直接過來掛着聽歌，強制抽離你的身心靈獲得釋放。頻道連結我放在下面說明欄了，訂閱熱推按下去，戴好你們的口罩，我們下期掃墓去。